你身边有天蝎座的朋友吗？又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天蝎座的人？你知道天蝎座人对于自己所认定的事情意志坚定，从不放弃。在感情上，他们对另一半占有欲太强，疑心病重。不过当他们需要对爱情表现决心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彻底为爱付出，不顾一切。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个性？强烈的建议你，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你就会了解天蝎座为什么是这样个性的人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先订阅我们，点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每期精彩的内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故事教会我们的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在遥远的西方，有一个名为希腊的国家，有一位神射手，名叫奥利安。奥利安是海神波塞顿与欧利阿勒的儿子，他拥有跟父亲一样的能力，可以在水上行走，如同走在陆地上一般，并且臂力过人。但是奥利安并不喜欢海上的生活，他喜欢整天穿梭在森林里打猎，从中获得成就感。他的志愿是希望成为一位优秀的猎人。有一天，泰格特斯山举办猎人大赛，所有名气的猎人都准备来参加比赛。奥利安得知此消息之后，也赶来参加比赛。比赛的内容，只要参赛的人能在泰格特斯山里捕获珍贵奇异的野兽，就能将猎人至高无上的荣耀纹在自己的身上，成为永远的光荣。比赛哨音响起时，每个猎人都在泰格特斯山穿梭，捕猎着自己所认为最珍贵的野兽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太阳也下山了，比赛也宣告终止。所有参赛的猎人各自将所捕到的猎物展示出来，分别有孔雀、老鹰、狮子，还有奥利安所捕获的独角兽。现场评审一致通过，奥利安最有资格得到本届猎人大赛的冠军，并请纹身师傅在奥利安身上纹上一只凶猛狠毒的蝎子，代表着冠军的标志。而这只蝎子也能代表着奥利安成为优秀的猎人。这样你就知道了，天蝎座的人对于自己所认定的事情意志坚定，从不放弃。有一天，奥利安独自在森林里打猎，正当他走到森林里，看到不远处跑出一头梅花鹿。奥利安迅速拉开弓，朝着梅花鹿的方向射了一箭过去。瞬间，梅花鹿中箭倒地不起。奥利安快速跑到梅花鹿的身边，却发现有一位女子也朝了这边跑了过来。他仔细一看，梅花鹿身上有2支箭，奥利安正准备拔出自己所射出的箭。与此同时，女子也快步跑向前，将自己射中梅花鹿的箭拔出。这时候，他们互看一眼，异口同声说：“这只鹿是我先射中的。”他们彼此互看一眼之后，又沉默了一下，同时开口又说：“怎么可能？一定是我先射中的。”两人又互看一眼，停了几秒钟之后，同时一起说：“不如我们一起把它煮来吃。”两人便会心一笑，发现彼此很有默契。于是他们相约从这天开始，每天都会来森林里打猎。渐渐的，他们的爱情与日俱增，并且两人决定结为夫妻，共同生活在一起。婚后生活一样过得甜蜜而浪漫。但是奥利安总感到有些奇怪之处，每次当他夜晚醒来，总是看不见月之女神阿提密斯在身边。他心里怀疑着阿提密斯
是不是背地与其他男人在偷情？奥利安受不了自己心里面的猜疑与妒忌，想要找阿提密斯当面问清楚。隔天早上，奥利安见到阿提密斯，便怒气冲冲问他：“你每次夜晚消失不见，到底跑去哪里了？”阿提密斯解释说：“我是月之女神，每当夜晚来临时，我便会返回天界，让月亮照亮世界每个角落。”奥利安怒气冲冲说：“我们交往时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这些事情？你要跟我在一起，就要完全属于我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我们就分开。”天蝎座的人对另一半占有欲太强，疑心病重。阿提密斯对着奥利安说：“好，我现在就返回天界，跟众神说清楚，我要放弃我的身份，永远跟你在一起。你给我一点时间。”说完之后，阿提密斯便转身返回天界。回到天界，他马上去找阿波罗，告诉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弟，我爱上了一个男人，名叫奥利安，而且我们已经结婚了。我太想要跟他在一起，所以我想要辞掉月之女神这个职务，跟他一起过平凡的生活。”阿波罗听到姐姐说的话之后，脸色大变，因为阿波罗认为月之女神的职务只有他的姐姐能胜任，其他众神根本不适合。赶紧的跟姐姐说：“你先别急着下决定，这个问题很严重，我先帮你问问看宙斯的想法，再跟你说。”说完之后，阿波罗便请阿提密斯先留在天界，而自己便下凡去找奥利安。当阿波罗来到凡间找到奥利安，对着他说：“阿提密斯已经把你们结婚的事情告诉我了。阿提密斯为了证明他爱你，他已经愿意放弃神职的工作。那你如何能证明你也能深爱着他？”阿波罗接着说：“要不然这样，古老有一个传说，只要在爱琴海中央站上1天1夜的人，就能证明他对心爱的人永远不会变心。你也能这样做吗？”奥利安说：“别瞧不起我，做就做。”于是奥利安站在爱琴海的中央，表示深爱着阿提密斯的决心。与此同时，阿波罗返回天界，诓骗阿提密斯说：“宙斯已经答应你的请求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你往爱琴海的方向看过去，爱琴海的中央是不是有个黑点？你只要能射中那个黑点，你便可以放下你月之女神的职务，过你想要的生活。”阿提密斯便二话不说，拿出弓箭，拉满了弓，精准地射出一支箭。那支箭划破云层，一路飞到爱琴海中央。那支箭深深地插在奥利安的胸口，奥利安当场一命呜呼。天蝎座的人对待另一半会为爱付出，用情专一。当阿提密斯满心欢喜返回凡间，迫不及待想要告诉奥利安这个好消息，却怎么也看不到奥利安的踪影。爱琴海沿岸的居民看到奥利安的尸体后，马上将这个噩耗告诉阿提密斯。阿提密斯急忙赶到爱琴海，看到奥利安的尸体后，便痛哭失声，想尽办法想把奥利安给救活。于是阿提密斯便前往冥界。来到了冥界之后，阿提密斯请求冥界之王黑帝斯让他见奥利安一面。过了不久之后，奥利安便被带了出来。阿提密斯告诉黑帝斯：“我要把奥利安给带走，让他重新复活。”黑帝斯强硬地说：“人死不能复活，不然人世间的秩序会大乱。我绝对不会让你把奥利安给带走。”这时候，阿提密斯像孩子一样哭闹着说：“你不把奥利安放走，我就从此之后待在冥界，永远陪着他。”黑帝斯说：“在我的地盘里，不允许你这样任性撒野。”此刻，
奥利安紧紧握着阿提密斯的双手，深情地对他说：我知道你很爱我，但是世界上的秩序与规则不能因为我而改变，否则会出成大错。我这辈子最开心的2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与你相爱，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赢得猎人大赛的冠军，获得天蝎纹身的殊荣。你不要再为了我而放弃原本属于你的生活。奥利安含情脉脉地看着阿提密斯说：你还是返回天界吧。说完之后，奥利安便转身离开，告诉黑帝斯他再也不见阿提密斯。阿提密斯看着奥利安离去的身影之后，便伤心难过，返回天界。这样你就知道了，天蝎座的人对于事情的看法总是深谋远虑，大局为重。阿提密斯回到了天界之后，便伤心欲绝，无法重回自己月之女神的工作岗位。顿时之间，每当夜晚来临时，大地成了无月之夜。当宙斯得知消息之后，赶紧跑去找阿提密斯，问他说：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阿提密斯难过地说：我最爱的奥利安已经死了，他在冥界，我再也看不到他。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思担任月之女神的职务了。宙斯急忙地说：只要我能让你再看到他，你就能继续完成你的工作吗？阿提密斯破涕为笑说：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再见到奥利安吗？宙斯说：我能帮你把奥利安的灵魂放上天空，但是不能以他的样貌放在星空上，否则会被黑帝斯抓回冥界。阿提密斯说：你以天蝎的形象代表着奥利安的灵魂放上天空，这样黑帝斯就不会发现他，把他抓走了。自此之后，宙斯便将天蝎的形象与奥利安的灵魂融合在一起，放上了天空。这便是天蝎座的由来。天蝎座大约出生在每年的10月23日到11月22日之间。人们常说，天蝎座的人在生活上有强烈的个人魅力，做事情很凭直觉，但又有人认为他们个性强悍，不妥协，不容易认输。在工作上，他们责任感强，支配能力卓越，但又有人认为他们疑心病重，不容易相信别人。天蝎座在爱情中喜欢个人形象出众的伴侣，不喜欢胆小怕事、畏畏缩缩的另一半。在恋爱时，他们对另一半用情专一，不容易变心，却也时常让另一半感到占有欲强，有强烈的压迫感。你身边有天蝎座的朋友吗？或者你也是天蝎座的人？关于天蝎座还有什么优点或缺点是我们没有提到的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。对了，顺带一提，上期我们有聊到天秤座的人，对于天秤座有兴趣的朋友，也可以点击上方资讯卡的连结，去做更深一步的了解。我是这期主讲人翔宇。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内容不错，请订阅我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失每期精彩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本期的内容对于你的朋友有帮助，请分享或转发给他们。故事教会我们的事，我们下次见。